华裔女留学生离奇失踪，监控拍下她生前的最后画面。就在她走出车站后，便不知去向。再次被找到时，竟已离开了人世。她因何离世，又经历了什么？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案件——不简单的失踪。 莫看江面平如镜，要看水底万丈深。欢迎来到解密日记，我是超人。2016年的4月25日，周一，澳洲悉尼坎普西警局，一位名叫德里克·巴雷西的白人男子和他的华人妻子神色慌张地来到了警局报案，说妻子的侄女失踪了。侄女名叫冷梦梅，今年24岁，是一名留学生，曾就读于悉尼科技大学。在4天前外出购物后，就再也没有回来。 4月26日，周二，冷梦梅家属及朋友开始发布寻人启事，华人媒体及网友纷纷转发，冷梦梅的失踪也迅速在澳洲华人圈传开了。与此同时，流言四起，因为就在二人报案的前一天，4月24日，大约10点30分，悉尼警方接到了一通报警电话，一名游客在蒙莫拉州立保护的斯纳角的一处喷水气孔中发现了一具尸体。 法医的尸检报告中显示，死者是一名亚裔女性，年龄在20到30岁之间，身高在1.7米左右，齐肩黑发。这个地方虽然地处偏僻，但是经常有游客来到这里。8年来共发生过16起溺水身亡的案件，但是这具打捞上来的尸体颈部多处被刺伤，且身上没有被岩石撞击的伤痕，这很奇怪。 当地警方初步推断，应该是被人谋害后再抛下去的，这是一场谋杀。4月27日的上午，警方公开了一张根据其体貌特征绘制的画像。根据公布的信息，这和失踪的冷梦梅特征几乎全部吻合，这使得警方打起了12分的精神。 于是当天中午的12点，警方就前往了冷梦梅位于坎普斯居住的姨妈家，带走了她的牙刷和个人物品，并搜集了她的头发进行 DNA 比对。4月29日，结果出来了，正如大家猜想的那样，这正是失踪多日的24岁女孩冷梦梅。那么是谁要对她下此毒手呢？ 根据冷梦梅的姨妈和姨父在报案时说的，她是21日外出购物后就再也没有回来。于是警方就调取了21日悉尼的皮特街购物中心的监控。监控画面显示，下午2点，冷梦梅曾出现在悉尼的皮特街购物中心购物，然后在当天下午的3点乘坐地铁返回了姨妈的住处。下午4点半左右，她抵达了坎普西站，这是捕捉到的她生前最后的画面。 这天是4月21日，而3天之后的4月24日，有游客在距离他最后出现位置127公里外的旅游景区发现了他的遗体。 法医报告显示，受害者大约在被发现的48小时前遇害的，并遭到了暴力的袭击。我们往前推48个小时，他应该是在22日的10点30分之前遇害的。而冷梦梅21日午夜时分还给朋友发送了一条短信，这也是他与外界的最后一次联络。那么到了第3天，24日10点30分，有游客报案，在这个期间他到底经历了什么？是在回家的路上遭遇了不测，还是出了其他什么状况呢？ 他的姨妈在报案时说，冷梦梅每天都是按时回家，从来不在外面过夜，出门都要和亲人交代行踪，也没有所谓的绯闻男友。她日常穿着打扮也很普通。冷梦梅在亚洲女孩中算是身材高挑、面容姣好的了。 但是悉尼种族众多，美女如云，她不算是那种特别能引人注目的女孩。作为刚毕业不久的女大学生，警方首先排除了帮派、仇杀等原因。冷梦梅最后出现的地方是坎普西站，这是她回家的车站，而最后一次与外界联系也是在睡觉前的午夜时分。警方决定先从她的家庭成员调查。这一调查，警方发现这是一个非常奇怪的家庭。冷梦梅16岁，在汶川大地震中失去了父亲，从此就一直跟母亲相依为命。20岁，在中国的四川成都某大学读到大1，大2时就来到了澳洲悉尼科技大学就读。24岁取得了学士学位，期间一直住在悉尼的姨妈家，而在姨妈家中住着48岁的姨妈，只有27岁极其年轻的澳洲白人姨父，24岁的冷梦梅。姨妈与前夫所生的20岁的表弟，4个人每个人按年龄来说都已经是成年人了，却又因为某种奇特的联系共同居住了至少4年。
时间退回到4年前，当年白人姨父只有23岁，姨妈44岁，还带着16岁的男孩。按照澳洲的规定，结婚4年后，姨妈和她的儿子才能取得澳洲的身份。这对老妻少夫的组合未免让警方产生了很多怀疑。但随着进一步的调查，警员了解到，在冷梦梅失踪的那一天，姨妈人在外地出差，表弟因为办理护照的事情，早在几个月前就回国了。事发当晚，如果冷梦梅是顺利到家了的话，家中就只有27岁的姨父和24岁的冷梦梅2个人在家。虽然呢是法律上的姨父，但2个人年龄相差仅有3岁。警方觉得这个姨父有作案的嫌疑，随后就对巴雷特进行了问询。警员问：4月21日下午4点以后你在做什么？巴雷特有些招架不住，给出了3个版本且含糊不清的供词。他先说正在和情人在家里，又说自己一个人待在家里，显然这个姨父非常的可疑。随后警方调取了发现冷梦梅遗体的曼莫拉湖公园的监控，监控画面中，警方惊奇地发现4月24日早上7点多，巴雷特的车曾出现在这里。这个姨父很有可能就是凶手。随后，警方在他的手机里翻到了拍摄于4月24日早上冷梦梅遗体被发现处的照片。这个证据太关键了，坐实了在有人发现遗体报案之前，他就来过这里。警方询问他大早晨来到这里做什么，但巴雷特却对警方说自己失忆了，这实在是太奇怪了啊！随后警方恢复了他手机中删除的照片，找到了一个至关重要的证据，在巴雷特的手机里发现了13张冷梦梅的照片，他赤身裸体的躺在床上，手被绑着，嘴里被塞了东西，粘着胶带，显然这个时候他还活着。照片中冷梦梅非常害怕的样子，巴雷特这下百口莫辩。2017年8月26日，巴雷特通过视频出庭受审，承认是自己残忍害死了外甥女冷梦梅，还将其藏在家中2天，随后才抛尸蒙莫拉州立保护区的一处喷水口附近。他承认自己对冷梦梅有幻想。警方还通过恢复巴雷特删除的手机照片，发现了另外一个重要线索。他曾在冷梦梅的房间内安装监控，偷拍她洗澡，还多次趁她睡着的时候潜入她的房间，看着熟睡的冷梦梅。至此，4月21日晚间，冷梦梅经历了什么也被还原了出来。巴雷特来到冷梦梅的卧室，袭击了她，并把她绑在床上，对着赤身裸体的冷梦梅拍下了数张照片。期间，冷梦梅试图反抗，最后不幸遇害。而巴雷特并没有着急处理她的遗体，而是藏起来。他淡定地给妻子发信息，确认返回的时间。4月23日晚上，他去车站接了妻子回家，并告诉妻子侄女冷梦梅失踪的消息。4月24日凌晨3点多，巴雷特趁着妻子熟睡，乘坐电梯来到了停车场，将冷梦梅的遗体放进了后备箱，开车来到了100公里外的蒙莫拉州立保护区。他跨过安全栏杆，将装有遗体的黑色塑料袋扔下了悬崖，还拿出手机拍了照片。他还曾在坎普西一处加油站加油，神情淡定地在店内购买冷饮，而当时冷梦梅的尸体就在几米外的车里。之后，嫌犯巴雷特被警方以谋杀、非法拘禁、猥亵等22项罪名指控。冷梦梅的母亲在法庭上说：“冷梦梅是我唯一的孩子，她的外婆也因为过度悲伤去世了。女儿的死让这个家庭彻底破碎了。因为澳大利亚已经废除了死刑，母亲希望法官能够判处巴雷特终身监禁，让他在监狱中度过余生。冷梦梅的姨妈也因此满满的愧疚和悔恨。巴雷特之前没有犯罪记录，他在法庭上说自己拥有不幸的童年，从小就受人欺负，让他一度患有社交恐惧。他曾是一名 IT 工作者，而他在案发不久前失去了工作，这让他变得抑郁，开始暴饮暴食，并通过吸毒减压。而案发时，他正是因为毒品的原因导致了精神的失常，让他产生了更强的欲望，而跟妻子又长期没有夫妻生活。但法医和精神病专家随后指出，他的罪行不是因为悲惨的童年和糟糕的生活、服用毒品导致的犯罪。他可以在犯罪时拍摄影片并且删除，到之后冷静处理遗体，都表示他的注意力、智商和记忆都是在正常的范围内的。法官认为他并没有真正的悔意，而是满嘴的谎话。最后，巴雷特被判处46年的有期徒刑，34年不得假释。历时1年多的审判，冷梦梅的母亲强忍着悲痛为女儿讨回了一个公道，期间承受着失去双亲的痛苦。到这里总算是有一个结果了，但谁也不会想到，就在2年后发生了一件离奇的事情。
2019年底，警方从一个患有痴呆症的老妇人手中获得了一个 U 盘，而她竟以为这是一个玩具。令人匪夷所思的是，老妇人也不知道这个 U 盘是怎么到的她的手里。这里面呢，一共有9个短视频，时长大约1个小时，里面记录案发当天巴雷特是如何伤害冷梦梅的。当天，巴雷特在冷梦梅卧室放了2台录像机，分别从不同角度拍摄。视频显示，冷梦梅大喊着你要做什么，并随后开始在床上挣扎，踢倒了摄像机。余下的13分钟没有影像，只有声音。你疯了！你要干什么？你不能这么做！冷梦梅绝望地央求自己的姨父停手。本以为有了这个铁证，巴雷特会被判处终身监禁，但最后也只是加刑了2年。在服刑36年后，巴雷特可以获得假释。这个刑期呢，实在是有些保守了。在法庭上，冷梦梅的母亲止不住的抽泣，姨妈含泪离席。冷梦梅一直梦想着去悉尼留学，正是这个梦让她失去了年轻的生命。每个人的内心都是五味杂陈。她的母亲还专门为冷梦梅拍了一部短片。在视频中，母亲用四川口音说着：“2008年汶川大地震，我没有了丈夫。2016年4月21日，我生命中的一切，我在澳洲读书的女儿被害。我想见女儿最后一面，我每天祈祷能够梦见她。2个星期以后，我真的在梦中见到了我的女儿，她在一个很大的花园里面。”到处开满了小花，她穿着一件印有蓝色花朵的白色裙子，后面有光照着她，朝着我跑来，很开心，很开心的样子。我看见她在天堂过得很好，我只当她是嫁到了很远的地方。我知道她也一定希望我过得很好，就连失去至亲的妈妈还在鼓励自己对未来抱有期待。好了，这就是本期解密日记的全部内容。喜欢的朋友记得点关注，我是超人，我们下期再见，拜拜。